朋友们，在昨天呢，我们分享了一个在困境中的实修练习。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在运动中如何保持正念。就拿最简单的行走为例，行走呢是一种确定的、受习惯驱使的行为，它几乎不需要什么专注力，因此呢，它就成为了一种自动化的行为。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半清醒的行走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下呢，虽然我们的腿在移动着，但是我们的意识呢却在不断的游离。如果你认真观察一下自己，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行走还是开车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呢，往往都是不断的在被外界各种各样的随机内容所吸引。当然，如果你是在主动地保持着对周边环境的警觉和觉察，那当然很好。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我们注意力焦点的掌控权，往往并不在我们的手里。也许路过的一个陌生人就会让你产生出某种评判，或者他可能会让你联想起某个自己熟悉的人，然后呢，再会把你拉入到情绪里。也许一辆车呼啸而过，就会让你产生思考。你不喜欢住在这么繁华吵杂的地方，于是你就开始向往自己可能会喜欢住的地方。当你看到一辆豪车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开始想，要是自己能拥有它，这该多好。但是结果呢，这就又会让你想到自己的财务问题，然后陷入到焦虑或者悲伤中。当你看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从你身边经过时，这可能还会让你联想到自己将来的老去和死亡。于是你又会陷入到一种莫名的恐惧里。发现没有？如果你仅仅是留意到身边的内容和发生，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当你开始纠结于这些吸引了你注意力的事物，并开始就此展开联想和思考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是的，你的意识和能量就是这样不断地被吃掉和削弱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掉线和游离，最终给你带来的呢，其实都是和当下生命的错失，和直接生命体验的错失，以及意识能量的被削弱。举个例子，有时候你虽然是为了放松而出去散步，但是其实呢，当你散步回来以后，可能你的心情会变得更糟，你的能量会变得更弱，因为路边的花花草草、猫狗行人等等，都会随时吃掉你的注意力，随时让你掉线。我想说到这里呢，大家就应该知道，为什么《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会那么早就走了。因为她看见一片落花，都会让自己陷入到无限的悲伤里。她的能量会不断地被外界的内容和发生吃掉，她总是会不自觉地由外界的内容而思考和联想到自己，所以她才会悲伤，她才会痛苦。这就是意识的游离，这就是意识能量的自由度太弱，完全没有指定性。所以在生活中保持正念，不仅可以让我们获得专注和觉醒，同时还能让我们练习如何守住自己的意识，守住自己的能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练习在行走中的正念。你也可以把它叫做行走的冥想。我建议在你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走得稍微慢一些，这会帮助你更好地体会冥想的心法。同时最好呢，你是选择在公园里或者安静的街道上行走，而不是选择一个繁忙的闹市区或者吵杂的商场。好，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戴上耳机，跟随着我的引导，一边走一边进行这个行走的冥想练习。当你掌握和体悟到这个练习的要义以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去进行日常的正念行走练习了。如果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你就可以来跟随着我的声音，一起准备进入到我们的正念行走了。首先，请花上几秒钟的时间去留意一下自己此刻站立的姿势。
留意一下自己的举手投足，你是感觉到沉重还是轻盈，僵硬还是放松？好，现在呢，请你像平时那样开始自然的行走，不要走得过快，你可以把速度稍微的放缓一些，保持匀速的行走。现在，请你觉察自己走路的方式，感受到自己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行走。你的后背是挺拔还是弯曲？步伐是大还是小？你的鞋底有没有接触和摩擦着地面？你的双臂是否正在随着步伐自然地摆动？无论你留意到的是怎样的行走方式，都请你不要试图去改变它，你只需要体察自己在行走时的感受，就像你在观察呼吸时那样。好，你做得很好。现在请你留意到你周边的车辆、行人、花草、建筑或者交通信号灯等等随机出现的内容。只要留意到就好，不要进行任何的分析和思考。请你从留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开始，可能是路人或者商店的橱窗、树木或者动物，以及其他你可能会看到的一切。请留意它们的颜色和形状，并且观察它们的形态。你不必真的去想自己看到了什么，你只管去看，只管去承认它们的存在就好。好，你做得很好。现在，请你把全部的注意力都转向外界的声音，看看自己能听到什么呢？也许是你的脚踩到路面上的声音，也许是路过车辆的声音，也许是树上的鸟叫声、风声，孩子们的叫嚷声，商贩的叫卖声，又或者是其他人从你身边走过的声音。不要去想发出那种声音的东西，你只要留意到这些声音就好，就好像它们只是你通往觉醒的媒介。好，你做得很好。接下来，请你把注意力转向你身边的气味，花上一点时间去感受你身边可以闻到的任何气味。你可能会闻到花香或者香水的味道，你可能会闻到汽车的尾气或者食物和饮料的味道，又或者是花草和其他植物的味道。有些气味可能会令你感到愉快，但是有些气味可能会让你感到有一些排斥。但是现在，请你留意你的头脑是如何习惯性地围绕着每种气味，自动化地陷入到无尽的思考中。留意这种气味是如何让你想起了某地、某物或者某人。好，你做得很好。现在，请你开始注意任何你身体的感觉。也许你正在感受到温暖的阳光洒向身体，或者是嗖嗖的寒风轻抚着面颊。你还能感受到每走一步，你的脚底接触到地面时的感觉，还有你的胳膊在身体两侧摆动时的感觉，甚至是你膝盖微微的疼痛感，或者是你肩膀和大腿淡淡的酸痛。无论你身体上任何的感觉，
我们的目的仅仅是去留意到这些感觉，而不是要对这些感觉进行思考。当你继续行走时，不要试图去阻止任何的想法冒出来，你只需要留意到它们的来和去。不同的想法在你的脑海中来了又去，就像不同颜色的车辆从你的身边来了又去一样，它们都仅仅只是从你的身边流经。现在请你温和地把注意力转到你身体移动时的躯体感觉上来，留意你身体的重量是如何保持平稳的。从右侧转到左侧，然后又从左侧转回到右侧，继续保持自然的行走，不要刻意地去调整自己的速度。现在，请你观察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走路方式和节奏。这种观察或许会让你走路的速度自然而然地慢下来。好，请继续保持自然的行走。请对你周围发生的一切保持开放，对周围一切的发生都保持觉知。现在，你可以选择带着对当下的觉知继续走一会。记住，在接下来的行走当中，一旦你意识到思绪又开始游离，请随时温和地把注意力重新带回到脚底和地面的触觉上来。好，正念行走的练习引导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在刚才的练习当中呢，体会到一种身心俱在、更加觉醒的一种临在感。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冥想状态之下，能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那些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通常呢，都会极度的沉浸和认同于想法本身，以至于几乎完全注意不到我们对周遭事物的感受和反应。这个练习呢，则会把我们重新拉回到对当下生命的体验中，对我们内在反应的觉察中。如果你每天都要步行通勤一段距离，那么我希望你可以把正念带入到你的这段行走当中。当然了，你也可以每天或者在周末抽出一点时间，来在附近的公园街道，甚至只是在你所生活的家门口，进行一次或者几次这样的正念行走的练习。当然了，你也可以试着去把正念带入到自己生活中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场景当中，比如健身、游泳、踢球、跑步、骑车、滑雪等等。你可以有意识地在运动的过程中去观察，看看自己是否经常会在这些运动的过程中掉线，看看自己的意识是不是总是不自觉地就从当下离开了，或者又不知不觉地陷入到了一些其他的自我评判，或者对他人的评判中而没有觉察。正是因为这些情况，才导致了你无法呈现出一种最佳的状态，就更不要说心流了。这就是为什么当电视上回放100米冲刺时候的慢镜头时，我们会发现，往往跑在最前面的选手呢，通常都显得非常的放松和从容。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身上所呈现的就是一种专注与放松之间的完美平衡。而后边追赶的那些人呢，你会看见他们的表情通常都是显得非常的紧张和痛苦。很简单，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这场比赛已经输了，他们沉浸和认同了自己头脑的那些关于输掉比赛的各种想法，而那种痛苦其实只是对他们自己认同头脑的一种回应罢了。是的，我们可以通过正念来在这些运动当中让自己进入到一种完美的平衡和专注，这会令我们体验到一种既能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和动作，同时呢，
也可以对周围变化着的环境保持觉知的一种临在感。在这种状态下，你会发现自己并不会显得格外的用力，相反，我们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持久的优雅且轻松的自然状态。而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把这种临在的状态带入到生活中的各个情境里。请记住，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呢，本就应该是一体的。当我们的意识自由且从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也会自由自在且从容。不管你现在正在试图达成什么，或者你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意识是在场的，那么你就可以做到警醒且专注，同时还能自在与放松，并且呢，理想的进展和结果往往呢就会随之发生。但是如果你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缺席了，比如你正在思考昨天跟别人进行的一场对话，或者你正在想着今天晚上应该吃什么，又或者你在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未来，那么请问，你怎么可能会有最佳的状态和表现呢？对不对？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